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骑乘挡车的一些基本的检查跟一些保养的一些观念。那因为呢，我发现在我的频道的观众里面呢，有许多的年龄层大约是介于20到25岁之间的观众。那所以这样代表意思呢，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些观众朋友他们假设现在目前对挡车有兴趣，那或者是他们现在正在骑乘的挡车，它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人生的第一台的打挡车。那所以呢，在有关于挡车的这部分，我相信他们很多有可能都是一些入门的一些初学者。那针对这样子的观众朋友呢，所以我想说要出一些有关比较基础一些入门的一些挡车的一些知识，然后以及一些教学的影片。那我想要来从这个方面，然后来协助这些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进入挡车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世界。好，那基本上因为这是属于比较入门的一些教学的一些影片呢，那所以我会以 MT-15这边来以它为主轴，这边来教各位。因为很有可能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现在正在骑的挡车，或者是打算接下来要购入的挡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台轻挡车，因为它的级距刚好就是150cc， 然后白牌的车子。那这是许多的新手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选择入门的第一台车子。那所以我想以这台车子来作为这一系列影片的教学车子，那我想是非常适合的。好，那就让我们来开始吧。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一下一台挡车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上面的一个操作说明。那第一个挡车跟一般斯柯达不太一样的就是说通常我们两边，一边是这里的右手边这边是你的前刹车，那左手边这边是离合器，然后你的右脚这个地方它是后刹车，然后左脚的这个地方踩的这个地方是你的打挡的这个位置。那第一个就是你最重要的，你要先检查你的刹车油。那刹车油的这个部分呢，它基本上会有一个油面的这部分的刻度。那有些不同挡车它的这个油杯的形式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但是基本上他们都可以让你去看到说它会有一个油量的这部分的一个下限值。那你首先你这里要非常注意的是，就是你的油量的这个油面的高度呢，不能够低于这里的下限值。那当然你是通常挡车都是前后碟刹的这个系统，那所以你在后面的碟刹这个部分，它也会有一个油杯，那通常它也会有一个上限或下限。那当然最佳的就是说，就是它不要低于下限，也不要高过上限，就是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油量之间这样子。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注意一下那个油品的颜色。那这个油品的颜色，假设颜色变得比较深了，它可能也是你可能使用已经一段时间比较久了，那可能也是需要做一个更换。再是你这个刹车这个部分呢，你在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里的部分不能够有一个间隙，就是你一压下去，你就必须要能够感觉到它一个力道，它不能够就是有一个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部分也是要做检查，因为它有可能，如果你压下去的时候，你感觉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一个松，然后这个松的那个程度是让你觉得它完全没有阻力的话，这代表很有可能你的刹车系统里面可能含有空气。它这个部分对于说你在骑乘的地方会有安全这部分的疑虑，就必须要马上赶快找车行这边去做处理。那后刹车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在踩下去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不能够感觉到说它是有一点松松的这样子。那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好一点的挡车的话，它可能是属于水缆式的这种挡车系统，那你就会看到，你就必须要去检查它的这个水箱的这部分的油量有没有低于它的这部分的一个下限。然后在你的胎压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它这里会有标示说你所适合的一个胎压，那甚至说你有建议说一个人骑乘跟2个人骑乘的这个时候，它的建议的胎压值。不过在 MT-15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人坐还是2个人坐，它的这部分的一个建议胎压都是原厂设定都是一样的。然后那这里的胎压呢，那很多人问说，那到底胎压是要以
热胎压为主，还是以冷胎压为主？那所谓热胎压就是说你的轮胎这部分是热的，就是你已经骑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这部分轮胎温度上升起来，那你的胎压就会会比你完全没有骑乘的时候的冷胎压的胎压还要再来的高。那这边我可以跟你讲的说，一般来说这边上面原厂这边所标示的建议胎压呢，它属于是冷胎压，意思就是说就是你没有骑乘过之前，然后你的你一开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胎压值，然后再来你要检查注意到的就是你的链条的这个部分。那原厂所建议的链条的这个部分，它的上下的这个 chance leg， 它建议的那个数值是差不多是3到4公分左右的一个间距这样子。那这部分的一个间距，假设说你这边没有控制好的话，那有可能就会造成说你引擎的这部分会有一些负荷过度一个状况，那甚至有可能就是会发生绕链的那种情况。这样，所以这部分的一个链条这里也要是需要经常会去注意它。那在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离合器的一个拉杆。那离合器拉杆的话，原则上，原厂这边建议值是你要有一个8到 1.3 mm 左右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间隙。就是这个间隙，就是说你这边在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边这里是在拉动的这个范围是没有阻力的。那一般所谓8到 1.3公分左右的一个间距，大概就是你所谓大概半个指头的一个间距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是一个自由间隙的一个距离这样。那你要如何做调整呢？其实很简单，你把这边给拉开来，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稍微这样子，它就可以去做调整。在油门把手这边其实也会有一个自由的一个间隙，它的这个自由的间隙的距离，原厂建议是大约是3到5 mm 左右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间距这样子。再来呢，就是有关机油的这个部分。那机油部分要如何检查呢？那通常在我们的机油的这个入口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机油尺，那这地方在你转开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在你量机油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把车身先直立起来，然后发动了之后呢，几分钟之后，你再把引擎给熄火。那熄火之后，然后你再去量这样子的一个油量，然后看你的油是不是在你的油尺的这部分的一个范围内。好，那我这边有网友在问我说，那到底换机油的时间到底要以多少公里数为准？那这部分我可以跟你说，通常车行这边是会建议就是以1000公里这边为周期。那如果是以新车来说的话，第一次换油可能是300公里的时候换油，然后再来是1000公里的时候换油，那之后每1000公里的时候再去换一次油。那或者就是以你每半年的时候，那看你半年先到呢，还是公里数先到？那假设你半年已经到了，那你就是公里数还没有满的话，那你还是一样先去换油。可能在原厂的手册呢，它的建议是你第一次换油的时候是1000公里，它之后是4000公里，然后再是8000公里，然后反正就是每4000公里的时候去更换一次油。那或者是每4个月的时候为一个周期，这个地方去换油，也是一样看哪一个先到。那到底以哪一个为准呢？那以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这其实是看你的一个状况啦。那以我来说的话，我个人来说，我会是以车行这边的建议为准，可能就是每1000公里的时候去换一次油。那如果车子真的是半年内都没有骑到1000公里的话，那我还是会去换一次油。那如果是大型重机的话，比如说像 MT-09 或 R1 的话，它的里程数的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不会1000公里去换油，因为毕竟他们用的机油量是比小车这边还要多的，所以他们里程数的地方，我会允许说它会比较久一点，这边再去换一次油，比如说可能是2000公里或3000公里的时候再去换一次机油这样子。OK， 好，那以上这些行驶前的一些基本的检查做完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准备要上车。在上车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动作呢，以我个人来说，我第一个动作是我会先去用左手去扶住我的离合器这部分的一个把手，然后我再会去用右手去抓住我的右边这边的一个前刹的一个刹车。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就可以去把我的前轮这里就先锁定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动作？就是今天假设车子不一定是你的，那你可能不知道说你前一个人骑的人，他在停车的时候他有没有入档。
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入档呢，有可能你会在上车的这个时候，车子会产生滑动，这时候就会发生不稳，可能会倒车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以防万一呢，我的习惯动作就是我一定会先去抓住车子的一个刹车，然后之后我才会去做跨坐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就再上车。OK， 那上车之后呢，我还是会先抓着我的刹车这边不会放，然后我接下来动作就是我会去把脚踏这边给踢掉。脚踏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在发动前，你一定要先把它踢掉。这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发动的时候，如果没有踢掉这个刹车的时候，你一个操作不当，假设不小心，就开始去启动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路面这边会勾到你的脚踏垫，可能就会造成说你的车子这边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你就会倒车。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有些比较好一点的挡车，它的配备就是会有车柱熄火，所以你的接下来的动作，你一定是上车之后，然后你就要去把脚踏这边先踢掉，这样子。接下来我就必须要去转动我的电蚊的嘛，所以这时候我会把我的右脚这边我会举起来，这边我会去踩住我的后刹车。那踩住我的后刹车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我还是不知道说这台车子到底有没有去入档，对不对？所以我必须先所以我必须要由手这边去控制它，这边去把它给打开来。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安心的放掉我的右边的这个油门的这个刹车，我就去转动我的电门开关。OK，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动。你就会发现说，奇怪，怎么这时候我要发动车子的时候会发动不了呢？那原因呢？这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离合器这边下面会有一个离合器的一个开关的一个 switch， 它这是个安全装置，就是假设你在入档的情况下，你这时候引擎这边转动了，这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发生引擎这边会突然会爆冲一下这样子会去撞到。那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你没有拉离合器的这个时候，这时候你是入档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拉离合器，你的这个电门开关是不会有用的。所以 OK， 那我现在你就会看到说，我现在在我没有拉离合器的时候，我这边电门这边要发动车子是发动不了。那所以你看我现在把离合器给拉了起来，这边然后再去发动电门，这时候这样就可以去发动车子了。 OK， 那另外一个可以发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必须要先把我的档位打到空档。那这时候是空档，这个时候我也能够去发动车子。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在空档的时候，我即使我不用去拉离合器，我也一样可以去发动车子。那你看，这样子 ，OK。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些人习惯在停车的时候，他假设万一没有入档的时候，这时候你有可能车子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滑动，可是你是可以一个发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好，你在发动了之后呢，第二个事情我们接下来要检查的最后一项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电瓶的这个电量。那一般来说，你假设在没有发动前的话，你的电瓶的电量应该是大约是在维持在12点多一点，这样是电瓶的这个电量是会比较充足一点，比较健康一点的。那在你发动之后呢，你的电瓶的电量原则上它可能大约会上升到14左右。这时候因为你的发电机这边它有在对电瓶这边做回充，所以它电瓶的部分，它的那回充的这部分的一个电压一定要高于原本电瓶这边的一个电压值，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充电的一个效果。OK， 所以说当你今天第一个是你没有发动前，你在启动电门的时候，假设你发现你的电压这个部分它是低于12的这个时候，那你可以回想说你是不是太久没有骑了？那如果太久没有骑的时候，赶快出去骑一骑，然后骑回来之后，你再去检查看看那个它的电压这个部分有没有回到超过12。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车行这边检查一下是不是要去换电瓶。那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在你发动了之后，你要检查说你的电瓶这边的电压值有没有大约是14左右。那假设没有14左右的话呢，那有可能你的发电机这个部分，它可能有对于电池这部分的回充的电压这边会是不足的。那这时候你即使不管骑再久，它对于电瓶这边都没有回充的一个效果。那这时候你还是会终究会因为说电瓶发不动这边，然后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
OK。那在最后呢，就是很多车友在问说，那我在停车的这个时候，到底我的变速箱这时候的档位，我到底应该是要打空档 N 档，还是要打1档？这样子至少要录一个档位，这样子会比较好。那当然以我这边的建议来说，当然是一定要至少要录一个档位。那这样的话，让你的变速箱这边把它有一个锁定，当你的轮子这边会停止一个滑动。这样的话，对于说你这边车子这边在停车的这时候，万一你今天是停在一个有一点点坡道这个地方，它可能才不会造成说就是会发生一个滑动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车子在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前轮着地，后轮着地，然后再就是你的那个脚踏侧柱。那这个3点这个地方，你假设只靠一个侧柱，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让车子这边停止一个滑动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至少必须还要有1轮这个地方去做锁定的。那原则上你前轮这边没有办法去做锁定嘛，那你就是能够是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后轮这边给锁定，那就是入档。那所以停车的这个时候，我至少就是会先就是会先录一个档位，然后这时候我再会去熄火。那熄火的时候，又有车友会问啦，那我到底是应该从断电开关这边去关呢，还是锁这个地方去把它给锁头这边的电门把它给关掉呢？那这地方的话，我有问过雅马哈的技师啊，这到底是我从断电开关这边去熄火这边比较好呢，还是从电门这边去熄火比较好？那他们的意思是说，其实标准动作应该是从这边去关会比较好啦，但是好像从这里地方去关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长久以来都是习惯都是从断电开关这边去关。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当我在停完车之后，然后我熄火之后，我就把电门给关掉，我就不会忘记把断电开关这边给关掉，因为我想说这边断电开关可能会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保护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电源电系这个地方全部都给关起来，所以我会习惯就是从断电开关这边先关，然后再把这个锁头这边的电门给关起来。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呢对于挡车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介绍，那以及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教学。那接下来呢，我会在后面就是推出说，那车子这边就是一些教学挡车这边要怎么骑的一个教学。那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再教各位怎么样去把挡车这部分给一个骑好这样子。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就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